家好，我是 Vivi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是属于我们的教学影片。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跟我说，教练球道木也太难打了吧？但相对的，其实因为刚开始大家在学习的时候都是从7号杆开始，那7号杆开始学。其实它打击的方式，你就会觉得相对的简单，因为7号铁杆是比较薄的嘛。那又开始学了切杆，然后马上学了 driver， 那最后学了推杆，所以球道木杆会是属于比较后者在学习的球杆。那因为球道木难打，是因为它的杆头底面是属于比较平坦的，所以你在击球的时候相对要更稳定。所以像 Vivi 在教学都会跟所有初学者讲说，如果你打了1-2年之后，你再开始摸索你的球道木。那相对的，你可能已经打了非常久了，球道木还是打不起来。所以呢，今天特别为了拍摄这个影片，来教你如何打球道木，甚至如何去选择你喜欢的、上手的，这也是蛮重要的。那我们进入正题喽，往下面看。OK， 那其实大家在挑选球道木的时候，像 Vivi 我自己是使用 Ping 430的球道木。那其实在这之前，我都是使用日系的球杆。那我先大概拿一支，因为我3、5都有，因为我下场的时候有时候攻略不同，那我拿5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是我的 Ping 430 5号木。那以前我的球道木的这个面都蛮高的，这样应该看得到，面都蛮高的。那现在的面，大家会发现它的面越做越低。那其实面越做越低的情况下，它在接触球的范围会是更大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哦，我的球道木摆下来的时候，这样看得到吗？ OK， 球道木摆下来的时候，我的球是高于这个杆面的，所以如果我有一点点失击的话，我的球道木的面还是可以打到这颗球。但如果说相对的，我用我的手来好了，如果这是以前的球道木的面是这么高的情况下，那你再打到它，如果你有一点点失击，相对的你的球道木就会飞不高，打得飞不高。那球道木要就是可以在球道上打高嘛，对吧？但如果说好，现在球道木做的比较薄、比较扁，那它在打击上相对的更容易可以把这个球缠起来。所以现在你在选择球道木的时候，你要选择薄一点的。然后 OK。你们在选择球杆的时候，这个斜面角就蛮重要的，因为这样子啊，球在摆下来，你在看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蛮有信心的。因为这时候我们要把球打高，相对容易。但很多球道木它的面是属于这种比较盖的，就是你这样摆起来，它是属于这种比较盖平的，比较盖。因为我们喜欢是比较斜面的嘛，但相对比较盖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哇，我好难在这个球道上把球缠起来，把它打高。所以第一个是你摆下去的这个角度。它是不是斜面的？还有它够不够扁？越扁越好把球打高。所以这个视角看起来是比较舒服的。所以自己不管是什么品牌，你在选择球杆的时候，你要先能让自己看起来是很有自信，可以把这颗球打起来的。所以在选择球杆上啊，你一定要是找到你喜欢的，就第一眼摆下去是最有自信的。再来就是不管什么品牌，都是蛮多好的球道木可以去做选择。所以你不要说哦，老师用 Ping 我就要用 Ping， 只是说我最近个人蛮喜欢 Ping 的，因为它从去年的430到440开始，我就蛮喜欢的。所以大家应该也知道我的球道木啊，我的 driver 啊都已经换成 Ping 的了，只是说你要怎么去让你的铁杆打起来跟它是一样的 ？OK， 那如果说你在选择球杆上已经处理完了，再就是打击的问题咯。OK， 你等我一下，我戴个手套。好，在7号杆的打击上啊，往往我们都是直接去打到球嘛。那在球道木其实也是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很 confused， 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，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球道木打击的时候，应该是像铁杆，还是说要像1号杆？我会建议大家，你在打球道木的时候，感觉要像在打铁杆和小鸡腿一样。只要是球放在地上的，你的所有力量都要向下挤压、向下打。唯独只有 driver 它是平扫的 ，OK 吗？这个观念你一定要先记下来。球道木的打击的感觉要像打铁杆一样向下去打击。如果说你的观念可以改变过来，其实你在打球道木上，你就会相对的简单。那我示范几颗给大家看。那在摆杆的时候，第一个先把球杆置好，球位自然都会在你的左脚，应该没问题，你们应该都会。OK， 现在是打击哦，你们看哦，如果我的力量是向上的，
其实我的球是打不下去的。毕竟球杆有它的斜面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向下铲这个球，球才会喷高。没关系。OK， 我现在是用铁杆的方式让这个球道木向下挤压。那这样的球相对它就可以喷得高，而且你的失击率就会降低。所以在这个观念上，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先突破。它就像1号杆，所以在打击上就跟1号杆是一样的方式。先把它改过来好吗？先把这个观念改过来。所以如果说你有信心一点，把力量打下来，那个声音就会很漂亮。你打到的时候也会相对有自信，因为你的底部是整个可以刷过这个草的。相对的，如果说球道木在打，你的身体是不能有太多高低起伏的晃动，因为它的底部太大了，所以它在划过草皮的时候，它是不能有一点点，就是有点翘头啊、翘尾啊都不行，它是属于比较平扫过来。所以平扫是因为这样子，可是你的力量还是要向下去做到挤压，把球铲上来。OK， 大家认真看一下现在挤压的感觉哦。OK， 那其实大家看完我示范，一定会觉得说啊，老师你本来就会打那么简单，那么自在。但其实我们也练得很久。那其实我在之前的球道木，我也比较没有自信，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觉得球道木要打高蛮难的。那也是意外在去年发现了这支球杆，我就觉得，我的球道木整个超有自信。所以跟我下场的球友也有发现，我甚至现在连开球啊，都蛮常拿出我的球道木的。所以我觉得一支好的工具，无论任何品牌，只要你喜欢，就不要一直换球杆，因为其实很多球友他会一直换，一直换。那其实你要先知道说，这支球杆你要的是什么样的距离，你要的是怎么样的功能。那我再讲一下，等一下你们应该怎么去练习你们的球道木，因为我刚刚是示范就直接打了嘛，直接向下打。所以球道木在练习的时候，其实就像你的7号一样，你要先去慢慢的从小动作开始做。所以一开始，如果说很多人上过教练课的，都会知道说半挥杆的重要性。球道木你一开始也是用半挥杆来练习，用半挥杆的方式让你的球杆先去打到球，让你的半挥杆的时候，你的球可以先飞得高，这时候再去做到全挥杆的，好吗？那我一样示范3个给你们看，等一下就要准备下课喽。OK， 那我打3个半挥，好。半挥杆的动作一样是先上到一半，让你的杆头很自然的向下去打到球，只要让你的球杆像7号一样去向下挤压就好了，不用去想说要去平扫它，因为你一定要先习惯这个长度的球杆，然后这种杆面去击球，因为球道木相对的不像小鸡腿或是铁杆的那种打击的手感，所以你要去适应你的球杆。OK， 再来一颗，大家就会听到说，这个声音其实蛮清脆的。所以如果说你的半挥杆做得不错了，那我们再把我们的动作放大，但相对的节奏还是要先做慢一点的吼。全挥杆，然后节奏慢一点的，让整体的节奏很满，让你的杆头很勇敢的去向下挤压。总而言之呢，你就是要先去适应你的这一支球杆，而不是说一拿到然后就挥得很快，那你的挥杆重点就会不见。大家应该听得到有一个啪
很重的力量砸到地上，那这样才是对的，吼。这最后一颗喽。应该那个重量是非常重的。好喽，那以上的重点你们有没有笔记起来啊？先去找到适合你的球杆，那相对的球杆的重量，铁杆啊、小鸡腿啊、球刀木这些重量不要落差太大，还有属性也不要差太多。什么是属性呢？假如说你的铁杆是属于日系规格的，那你的木杆类也不要去找到美系规格的，这些很重要。因为如果说属性差太多，你在球杆运用上啊，在转换上，相对的手感都会落差蛮大的。因为下场就是开完球马上又换球杆，一直在换球杆的情况下，球杆的属性越接近是越好的。所以呢，球杆是先选择好，然后来练习场练习。以下几个重点要记住：球杆先选择用半挥杆的方式去练习，还有我们的球刀木的打击方式要像小鸡腿和铁杆一样，是向下挤压的。向下挤压它的回馈手感会是像平扫的，这个很重要哦，并不是用平扫的方式去打击、去挤压它，好吗？那如果说你可以做到这几点，我相信你的球刀木应该会进步。如果还有问题，留言给我。那今年更新的速度可能会有一点慢，那希望你们还是继续支持我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下次的影片见，拜拜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到全挥杆。啊靠！太慢了，等一下，再一颗。